夷陵老祖死了，这是蓝湛领伐养伤的3年之后接收到外界的唯一信息。魏无羡死了，被自家师弟江澄带着5大世家围剿乱葬岗而死。全天下都很开心，只除了一个人。那天，云深不知处境室内借边伤势出狱的韩光君旧伤复发，一病不起。蓝曦臣查到门内有不知情的弟子，还以为韩光君与夷陵老祖水火不容，特地在伤势出狱的蓝忘机面前大嚼舌根。叔父，忘机这般一病不起，该如何是好？蓝曦臣看着躺在床上面色惨白，整个人毫无生气的蓝忘机，一向温润如玉的面色也保持不住了，眉头微微皱起，眼下一片乌青，一看就是已经许久没有休息好了。无妨，让他躺着，我倒是要看看他能躺到什么时候。我蓝家的弟子怎能随意被这些情情爱爱所困得无法动弹？蓝启仁看看自己的此生最得意门生之一，不禁感到一阵痛心。早知道就不罚得这般重了。早知道让他将那姓魏的带回来，全了他的一片痴心了。云深不知处也不是养不起一个闲人。其实蓝启仁又何尝不知道蓝忘机的一片痴心，作为他一手教出来的得意门生，他自然也是懂他的。起初能看见蓝忘机情绪有些波澜，作为叔父，他又怎么可能不开心？可他到底是不希望看到自己疼爱的侄儿被千夫所指，不希望他跟魏无羡那等本末倒置、罔顾人伦之徒走在一起。如今只怕他是不愿再醒来看见我了。叔父，忘机他醒来定能知道错了，还请叔父莫要再怪罪他了。如今只怕他再也不愿醒来，只怕他想就如此随了魏公子去了。蓝启仁看看床上眉头紧皱的蓝忘机，再偏头看看身旁面色乌黑的蓝曦臣，叹了口气。曦臣，你陪着他吧，他若是能醒来，只要其他的都别拦他。蓝启仁摇摇头，转身离开了静室。也就默许了蓝忘机只要能醒来，他想做什么都不拦他，只要不是随魏无羡离开，一切都好说。忘机，你听到没？叔父不拦了，你快回来，世间方法千万，定能找到让魏公子回来的法子。蓝曦臣默默看着蓝忘机，委实心疼这个从小就不动声色的弟弟。明明他自己也不大，明明还只是个10几岁的孩子，明明才碰到这一生所爱之人，为何会变成如今的局面？为何会这样？兴许是蓝启仁的默许被蓝忘机发觉了，又或许是蓝曦臣的话语被昏迷之中的蓝忘机听见了。在病倒的第5日下午，他终于醒来了。蓝忘机醒来的时候，蓝曦臣正在药房为他拿药，等他返回静室，却发现室内空无一人。当他看到山门前被用灵力打晕的外门弟子，便明白忘机醒了，忘机走了，忘机当是去寻魏公子了，忘机定能找到他，忘机定会回来。倒是后来知道此事的蓝启仁，少见的当着蓝曦臣的面摔了个杯子，不但没了蓝氏老先生一板一眼的风骨，还被气得吹胡子瞪眼。蓝忘机打晕了守山门的弟子，拖着病重的身体离开云深不知处的时候，脑子内混混沌沌，什么都想不明白，更不知道要去哪寻他的魏婴。魏婴在哪？魏婴会在哪？乱葬岗，他们围剿了乱葬岗，对，应该在乱葬岗。等蓝忘机脑子反应过来的时候，身体早就驾着碧尘飞去了夷陵。魏婴，等我！乱葬岗内一片混乱，魏无羡带领着岐山温氏的一众老老小小辛苦建造的家园变成了一片废墟，木头制成的房屋倒了，土地里种的土豆早已不见踪影，就连魏无羡辛辛苦苦种出来的莲花也被连根拔起。蓝忘机赶到的时候，乱葬岗内一片寂静，魏无羡多年的心血被毁于一旦。魏婴，蓝忘机疯了一般的冲进了伏魔殿，却没有感受到一丝一毫的神识，拿出望机琴问灵，却问不到一言一语。魏婴在否？魏婴今何在？魏婴安否？魏婴归来否？魏婴听到否？魏婴战当日所言句句真心。魏婴战降汝。1个时辰，2个时辰，
3个时辰，一整个下午，蓝湛仿佛凝固在了伏魔殿中。他一遍又一遍地弹奏着问铃，一遍又一遍地凝神思索，妄图从寂寥的空中捕捉到一丝一毫的答案。铮！突然，琴音被主人突然打断，发出一声刺耳的悲鸣。蓝忘机睁眼，以最快的速度冲向了血池。他刚刚从问铃中读到了一声琴音，是一种苍老的嗓音，嗓音告诉他，让他去往血池。果然，蓝忘机在血池后找到了魏无羡的遗体。他眉眼紧闭，面色苍白，身上的血迹被一向来穿着的黑衣掩盖，但身下的血迹却染红了整块地板。魏婴，魏婴！蓝忘机抱起他晃了几晃，才想起来他已经没有呼吸了。对呀，那些所谓的大家士族，那些世家子弟，怎么会放过他？他们恨不得将夷陵老祖千刀万剐呀！如今能让他捡到一个完整的尸身，怕也是他运气好了。突然，他感受到一丝熟悉的感觉，慌忙将忘机琴召了过来，弹起问铃。魏婴，是他的魏婴。虽然空气中的那一丝丝神识并未回答他，但他却对此神识无比熟悉，是魏婴，是魏婴的神识。原来，蓝忘机找到魏无羡的遗体并非巧合。而魏无羡的遗体得以留存也并非巧合，甚至魏无羡能残存那么一丝神识更不是巧合。这些都是在夷陵乱葬岗中被残忍杀害的温氏一族老老少少倾尽所有才保留下来不被发现的。蓝忘机这才发现，那个提醒他前往血池的声音，像极了温氏鱼菇中的那个婆婆的声音。蓝忘机发现了神识，慌忙掏出锁灵囊，小心翼翼地将那丝丝神识装入了囊中，生怕一个不小心就将它碰坏了。随即向着血池深深一拜，谢温氏老老少少于魏无羡的救命之恩，于他也是救命之恩。抱起魏无羡的遗体，他便准备离开乱葬岗，回云深不知处，想看看有什么方法可以让魏无羡回来。谁知余光一扫，匆匆瞥见了一旁的石头后，好像藏着一个小小的身影。蓝忘机前去一看，是已经昏迷的温苑。阿苑，阿苑！蓝忘机叫了2声，却发现小阿苑满脸通红，身体还微微发着烫，显然是发了高热。这孩子怕是魏婴唯一的念想了，他随即便决定将阿苑一同带回云深不知处。蓝忘机走后，乱葬岗空中又传出一声细微的声音，有些苍老，不知对谁说了一句多谢，随即便彻底散在了风中，闻不见一丝一毫的神识了。若是蓝忘机不来，这苍老的神识怕是撑不了多久了。兄长，别拦我！蓝忘机看着在云深不知处山门站着的蓝曦臣，心中不由得一紧。如果兄长也要拦他，他该如何是好？忘机，随我来吧。蓝曦臣看着身上背着一个，怀里还抱着一个的自家弟弟，感到了深深的无奈。这背上的伤到底还要不要好了？兄长，叔父他不会同意的，叔父闭关了，你随我来，莫要被旁人看见。蓝曦臣见他有所防备，只能先胡诌一个理由，哄进来再说。如此这般站在山门口，若是被旁人看见，堂堂的则是明珠含光君背着臭名昭著的夷陵老祖的尸体，怀中还抱着一个小娃娃，怕是会又掀起一阵腥风血雨。蓝忘机随着蓝曦臣从后山绕回了净室，才彻底放下心来。